话说，好一阵子没有整理家里了，所以上周呢，我终于决定好好的断舍了一番。但是3个小时之后，我卡住了。跟很多人一样，我丢不掉很多东西，在决定物品的去或留之间非常挣扎。尤其面对那些以后可能会用到的物品的时候，就变得超级无敌两难。既然放手对有些人来说特别困难，今天我决定要分享最近学到的一个断舍离小技巧。但是首先呢，我想聊聊敝帚自珍。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这个成语。这个成语呢，主要在形容有人会把自己家里的破扫帚当成宝贝。虽然呢，东西不是最好的，但自己却很珍惜。其实呢，爱惜物品是一种美德，但是当那些物品并没有被使用的时候，你很有可能就会掉进禀赋效应的陷阱里面。那禀赋效应又是什么呢？让我用一个马克杯的故事解释给你听。在1990年的时候，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·康纳曼在一个研究里面准备了很多个马克杯，听说那些马克杯上面还印有康奈尔大学的校徽，就是那种公司或是学校送的，自己用起来莫名其妙觉得很酷的那一种。这个研究里面有2组学生，一组学生会先拿到一个杯子，并且会被问说你愿意用多少钱卖掉自己手中的杯子，而另外一组学生则不会先拿到杯子，而且他们会被问说你愿意为这个杯子付出多少钱来买。结果出乎意料的，那些先拿到并且拥有杯子的学生，愿意出售的价格居然是另外一组愿意付出价格的2倍。这个研究的主旨在讲的是，人们往往会因为拥有某个东西而高估物品的实际价值，而这个行为就是禀赋效应。我相信在你的生活中，也一定有几样是你有点想丢，但是又丢不掉的东西，像是架子上那本你好几年没有翻的书，柜子里面没有在用的电脑包，或是好几瓶从饭店 A 来的沐浴用品。就因为你觉得你已经拥有这些东西，所以要放手就会变得更加困难。在我了解了这个原理之后，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转念。与其思考这个东西到底该不该丢，不如假装自己还没拥有这件物品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今天还没拥有这样东西，我现在还会花多少钱买它？我会花多少钱买这件衣服呢？我穿不下了，我不会买。那这双鞋子呢？100块台币吧。那这个男朋友呢？还在唔烫哦。当我这样反思过一轮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原来有一些物品根本不值得当时我花大钱去买，甚至有大部分的物品，我根本连出价的意愿都没有。那继续拥有它们的意义何在呢？好，我知道你会马上想说，但是这样不就会很浪费吗？我完全可以理解，我从小到大也都是被教育要养成不可以浪费的习惯。但如果你仔细想想，当已经拥有的物品不再为生活增添价值，而且你还是选择不放手的话，注定就会继续浪费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，像是你的空间跟你的时间，还有你维护这些物品的心力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当下需要的东西其实一直都会改变。还记得曾经有一次，因为我太喜欢吃一个品牌口味的麦片，我就网购买了12包，结果4-5个月之后，我完全吃腻，全部囤积在橱柜里面，直到它们快要过期。最后几乎我就是用免费的价格在网络上卖掉。这个经验我学到的就是，我们必须克服对浪费的恐惧，重新检视自己当下的需求，这样才能让过去的错误经验留在过去，当做一个学习。相信现在的你比过去更聪明，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。所以当有些东西舍不得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问问自己，如果你还没拥有这个东西，那你现在会愿意花多少钱买它？用这个简单的原则，或许你在断舍离的时候会比较舒心，也比较不会那么纠结。最后我还想说，很多人说断舍离很难，但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就只是你要开始行动的那个瞬间而已。好，今天就这样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